城轨改变城市，发展设计体现着人文精神，将城市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系于一身，散发着独特魅力。城轨是现代城市中行进的文化符号，越发成为现代都市不可或缺的文化新空间。厦门的每一个夏季都属于来自全世界的游客，与他们的热情相比，厦门小伙吴少鹏更喜欢用画笔表达他对鹿岛的感情。我是在大概小学的时候开始喜欢上漫画的。我上班之后有那么多空余时间，我要把它花在哪里？开始选择说拾起小时候的一些乐趣，也就是去画漫画。15年的时候，刚好是厦门地铁1号线动工最热火朝天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可以画一部厦门地铁这样的漫画。2017年12月31日，随着地铁1号线的开通，厦门这个全球热门的旅行目的地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打卡地。小鹏，职业旅行家，背包17年的他走过了100多个国家。他曾陶醉在伦敦地铁站的现场音乐表演，徜徉于号称世界最美莫斯科地铁站的艺术作品长廊，体验过日本地铁因人流量巨大而闻名于世的地铁推手，也曾和巴黎的地铁街头艺人合唱。这一次吸引小鹏再次来到厦门的，也是中国的第1条海上地铁。其实，在世界各地，地铁是我最常采用的交通工具。我认为啊，就是我们的旅行方式，不是说我们到了目的地这次旅行才开始，而是当我们踏上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候，这个旅行已经展开了。地铁里还是了解这个城市文化的一个窗口，那一瞬间的感动，其实就是你和这个城市的交融。当我第一次去巴黎，黎明的时候抵达这个城市，当我从那个地铁站钻出站台的时候，我就看到这个城市一下子在我眼前清晰具体了起来。而且当我闻到旁边的一个咖啡馆里冒出的一缕咖啡的香味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在巴黎了。所以那一瞬间就像梦想成真了一样。鼓浪屿、厦门大学、中山路、曾厝垵，在地铁1号线始发站镇海路附近，汇聚着最厦门的风景。厝在闽南语里是房子的意思，也是闽南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传统建筑。厦门地铁1号线设计师通过现代设计手法，
将闽南古厝的人字梁结构运用到车站天花板造型中。本地人呢来了以后就觉得它非常亲切，因为它采用了这种闽南古厝，这不是我们传统概念里面小时候这种古厝的感觉吗？外地人来了以后，觉得它非常的新奇，觉得它非常独特。吴少鹏的新漫画作品完成了，和以往一样，在岛外居住的高中老同学是第一批读者。不同的是，地铁的开通把曾经1个小时的路程缩短到了10几分钟。厦门地铁不仅具备高颜值，还搭载着厦门人的幸福。吴少鹏的漫画描绘了地铁解决厦门人异地恋、上班远和蜗居3大难题的故事。这个的原型的话，它其实是那个之前看到过厦门的一个笑话嘛，他会说那个一个女的要跟男的分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岛内，你在岛外，我们是异地恋啊，这不是这么一个笑话，所以我就把它画进去了。改革开放以前，想从集美去厦门本岛，天色蒙蒙亮就得去乘船或者赶火车，而现在，从吴少鹏宿舍楼下的地铁站到女朋友的家，乘坐地铁只需要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。城轨连通了点与点的距离，更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。截止2018年7月，厦门地铁在建线路共有4条，线路里程总长约169.2公里，促进了厦门从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生态城市的转变。旅行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概念，但我觉得可能所有人非常想要那种一生一次的感动，一生一次的惊喜。2018年上半年，小鹏已完成世界 Top 10徒步线路中的3条线路。再次出发之前，他在成都的青年旅社马上也要开业了。成都，中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，正在飞速发展。成都地铁线网设计构架起越发庞大的交通网络。地铁不但改变了成都人的出行方式，也改变了地铁沿线居民的生活。距离成都地铁1号线桐梓陵站不到100米的地方，有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小酒吧。这家酒吧是由法国人大卫和他的四川妻子小杨一起经营的。命中注定的缘分，让大卫在成都生活了13年。成都像一点点就是我老家。成都是中国的普罗旺斯，
我也从普罗旺斯来的，所以我说 OK， 好的，有一天我要去这个城市看一下，有一点点就是缘分的意思。城市轨道交通高效便捷，使地铁沿线成为再容外国人的居住首选。地铁能帮助他们减少语言障碍带来的困扰，并以最快的速度去往目的地。每天上班，大卫和妻子选择地铁出行。大卫一家住在地铁1号线锦城广场地铁站附近，距离酒吧所在地的桐梓林站只有5站地的距离。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一家酒吧？因为地铁不远，让我们可以去那个酒吧就在桐梓林B酒口 ，OK。当然是1号线开通，那些外国人他们就讨论说，地铁开通那一天他们要去试一试，因为就很兴奋。地铁发展的是比我们国家更快，每一年有1、2个线新开的，快、便宜、方便。开放包容的成都，给了外来者融入感和归属感。越发国际化的它，吸引了3万多名外国人来到这里定居生活。在成都13年的浸润，让大卫像一块海绵一样，吸饱了这个城市的养分与气质。我发现我8月3号05年就到成都，所以今天刚刚13年我就在成都。他熟悉这里的每一道美食，每一条街道，每一线地铁。他以简单而幽默的方式告诉大家，我已经是本地人了。一个家有很多人就很幸福嘛。开玩笑。我每天都会有很多人问他一样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哪里的？你是哪里的？对。哪里的？我是法国的。哦，你法国人好浪漫啊，法国浪漫啊。法国就没有中国浪漫。哦，你们老外赚钱赚的好多啊。就没有你高，没有你工资高，我觉得。你会用筷子吗？你吃过饺子吗？你会吃辣吗？对，吃得惯，习惯了，会用筷子，小问题。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那么多人问他这样的问题了，但是就有很多人说啊，把你背转过去，我们拍个照。对，拍个照。爸爸妈妈去上班，我上幼儿园。好了吗？好，你出去。155刚刚好。我是想对成都要可能发展很快，也要越来越快，但是成都不会有它的自己的那个休闲的名片。花花熊猫，艺术熊猫。成都地铁生活一脉，成都轨道交通的规划和设计，在用成都味儿对接国际范儿的同时，释放着这座城市的自信和温度。2012年，成都地铁车站装修开始注重文化升华。从那时起，张运谋开始进入地铁装饰设计领域。当时1号线是17个站，每个站有所不同，各有亮点，提出了这个一线一景这样一种模式，既具备功能，在文化传达、城市名片的打造上面，有一个成果。成都地铁7号线的金沙博物馆站，借鉴莫斯科地铁将国家博物馆展品搬进地铁的创意，它的装修设计结合代表金沙文化独有的太阳神鸟、祥云纹理等视觉元素，打造出瑰丽辉煌的空间，蕴含古蜀文化的根脉。在成都地铁10号线临近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的熊猫大道站，主打国宝牌，主题壁画突破传统写实的熊猫形象，采用拟人手法，赋予国宝新的趣味。3线换乘车站太平园站在空间装饰设计上着重体现成都市树、银杏树的视觉感受，
在扶梯处设置艺术装置及艺术连廊，给乘客人在画中游的体验。在中国，越来越多的城市地铁装饰设计成为吸引眼球的都市景观。杭州地铁站的未来感和科技感，武汉地铁站的厚重人文，远在南岳的佛山地铁站，则将当地传统手工艺术剪纸完美融合于地铁装修设计。佛山剪纸的特色是铜凿和刀刻，与北方剪纸不同的是，佛山剪纸用的是大小不一的刻刀，再用刻刀一刀一刀地刻出来。这些栩栩如生的剪纸，既凝结着老师傅的心血和技艺，同时也传递着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。历史悠久的剪纸艺术穿越时空，凝固在现代化的地铁站上。搭乘地铁的乘客一路间伴随着这祖传的技艺，常常放慢了匆匆前行的脚步，体味着佛山的古老风情。在传统观念中，地铁装修处于末端，被认为是穿衣服戴首饰的附加分。注重建筑空间的深度挖掘，将地铁站装修提前到建筑设计阶段，是未来的发展方向。我在创作前期，会做一个事情，就是无目的的逛街，形象一点说，应该叫游走。地铁站的装修设计基于每一座城市与生俱来的文化特质。张运谋寻找设计灵感的2个地方，浓缩了成都的古典与现代，是最成都的代表。文殊院，更多的是能够了解到成都本土的市井的一面。这个地方能感受到更多的时尚，把握到这个时代下面每一个时间节点的一些变化，包括人的审美的方式。闲暇之余，张运谋还喜欢到他设计的地铁站里转一转，欣赏回味每一个设计细节。这个藻井它的这个设计灵感来自于我们车站，东北方向，我们也就是我们成都最有名的一个历史文化景点，叫合江亭，两江相会这么样一个概念。那么，套用这样一个理念呢，我们整个新南门车站是以滨江文化、临水文化，进行一个主题打造，全部经过我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，所以有自己的心血投入在里面，确实把它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本次列车开往北客站北广场方向，下一站大雁塔。翻越秦岭，我们来到西安，乘客正在地铁车厢里感受着13朝古都的古往今来。地铁里的几分钟，仿佛能让你穿越千年。梁锡军，中铁一局总工程师，已经在西安地铁4号线施工现场奋斗了2年多的时间。下面的图跟这是不是也是一样？没有变化。我自己呢，出生在秦岭大山里边，家里很穷。当时我们老家出来打工，基本上在城市里边主要就是从事建筑行业，也想就是选择一个建筑方面的专业，毕业了以后可以替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帮他们做一些事儿。西安它是一座历史名城，所以这个文物古迹非常之多，除了地面上，地下也有。所以西安地铁它从开始的设计到施工，整个这个阶段它都要考虑这个文物保护的问题。在地铁施工的过程中，会通过加大深埋、避让地下8米文化层、改变线路设计、避开重点地面文物建筑等办法，减少地铁建设和运营对文物的影响。对于古都西安而言，一直以来，
从线网规划到地铁建设，再到运营，西安地铁也都以文物保护为首要考虑因素。就是在修地铁的时候，尽可能的把对文物的影响降到最低。梁锡军负责的西安地铁4号线11标被列为特级风险项目。这个区间的施工难点是火车站暗挖隧道下穿国铁西安站站场，道岔咽喉区。隧道里管线纵横交错，信号杆等设施星罗棋布。地面上每天有200多对列车运行，平均7分钟就有1辆列车通过。国内外尚无类似先例可借鉴，被业内专家誉为在心脏上做大手术。按照施工惯例，为降低火车站地下的地铁隧道施工难度，一般采取地铁站和火车站呈90度直角关系施工。但是这次项目施工设计方案确定为40度斜角。这是因为，如果按照直角关系施工，地铁线路会直抵世界文化遗产大明宫遗址的正南门——丹凤门。丹凤门有盛唐第1门之称，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宏大的唐代城门建筑遗址。为避让丹凤门，梁锡军负责的项目施工难度呈系数增加。工人在下面开挖的时候，上面火车一过，掌子面就有很明显的这种震感，它就会向下脱落。所以工人一下子就慌了，把工具全部一扔，人就跑出来。你们领导说安全，你们领导能不能跟着我们一块儿在这干活？每天晚上上班，这个领导必须就在工作面上陪着工人去工作。作为我自己来说，你带领着这么多人在这干这个事情，你还不能把这个压力反映在你的外表上去。咱们这个大明宫跟咱们这个项目也非常之近，每天早上。陕西这个秦腔啊，我特别是喜欢听的就是那个华阴老腔，就是他那一砖砸下去，你不管他把凳子呱往去一搬，拿砖砸那一下，就说他砸的那个到底那种音乐的韵律到底有多强或者怎么样，我觉得都是次要的，就是他那种忘我的那种精神，我觉得非常的感人，全神贯注的投入到那件事情里面去。2018年2月5日上午10点58分，历时615天，西安地铁4号线火车站暗挖隧道双线贯通，隧道两侧的工人双手的触碰，标志着地铁4号线实现全线贯通，离年底前建成通车又近了一步。参加工作的15年来，梁锡军参与了西安地铁所有线路的施工建设。历时615天的施工奋战结束了，他终于有时间带着妻儿去乘坐一次既熟悉又陌生的
春谱写着自己的诗篇。我叫甘达，今年26岁，在西安地铁已经工作有5个年头了。然后我现在2常的工作就是负责电客车的维修工作。甘达喜欢诗歌，喜欢用文字记录工作和生活的点滴。我最喜欢的作家王小波说，能拥有此时此刻的世界是不够的，还需要拥有一些诗意的世界。每一篇诗歌都能够带你进入一个不一样的世界，所以我觉得人生就需要更多的去体验吧。不能至千里，但是能够在书里面至千里。百年地铁滚滚向前，谁在秦岭之巅越过滚滚凡尘，写下千年诗篇？谁立航天之蓝，调试千帆并进，打造百舸齐头。经过检修，地铁稳健地驶出车辆段，即将沿着轨道的方向开始一天的奔忙。作为值班站长，牛维维负责延平门地铁站的所有日常工作。在繁忙的工作中，泰戈尔的诗歌带给他更多力量。地下铁是你告诉我，生命不是空虚，它如厚重的大地一般真实而具体。我看见丝路文明始于足下，一路向西，到达泰戈尔的家乡。西安地铁镌刻着西安人记得起历史沧桑，看得见岁月留痕，留得住文化根脉的历史追求和文化自信。城市轨道交通的高速发展，给这座古老的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。小鹏又一次收拾行囊，准备开启他的纽约地铁之旅。大卫的红酒馆迎来了一群新朋友。梁锡军又承担了西安新的地铁建设项目。城轨扩展了人们生活的轨迹，缩短了人与人的情感距离，承载着城市的文化品格。城轨是一幕行进中的城市风景，日益散发出独特魅力。在风景中，人们看到了城轨与自然景观的融合，城轨管理的人文关怀，以及城轨滋养的人生百态，还看到城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和自信。中国现代城市轨道交通与自然、社会、人文及历史文化的和谐共融，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进步。城轨的延伸缩短了城与城的距离。中国城轨不仅改变了中国，也正在一步步影响着世界。敬请收看5集纪录片《中国城轨》的第4集开拓。